欢迎回到末世过河，我是查尔斯老查。今天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系列中台关系。可能有朋友会好奇中台关系为何会有这么拗口的名字？因为老查在制作这期节目的时候呢，积累了多方资料后最终选定了这个系列的方向。熟悉的朋友都知道，老查的频道呢，不是纯历史，也不是纯时政频道，而是系统拆解。所以在这个系列里呢，我们不讲中台关系。为什么？因为中台关系的这个框架会让我们陷入两个中国之争，最后变成历史复读机、鸡肋影片。老查不会浪费时间做没有营养的节目。在我的拆解里我最后发现台海问题从一开始是一个岛屿的归属权、生存权，发展到了今天，它并不单纯只是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在这里中华民国和台湾的三者之间的关系。所以在这个系列里，我们有三个主角。第一个主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政权，第二个主角是中华民国法理实体，有护照、有军队、有行政管理，第三个主角呢就是台湾，一个呢慢慢觉醒的开始认同本土化价值观的群体。而我们讲的中台关系就是三个主体、一个岛屿和他们之间一段纠缠不清的历史纠葛。但在进入这个复杂的三角关系之前，我们呢要先看看第一个尖锐的问题：台湾这个岛到底能不能成为一个国家？当我们说台海问题或者台湾问题的时候大多数人脑袋里想的是什么呢？统一还是独立？回归还是分裂？认同中国还是认同台湾自己？但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设定的本身呢，有一个往往被忽视的问题。如果说台湾想独立，那先决条件是台湾曾经或者本应该是一个国家。请注意我这里用的是台湾想独立，而不是中华民国想独立。中华民国不需要独立，它本质上就已经是独立的，它有自己的护照、有军队、有行政管理。而是说台湾自己，那台湾独立这个前提成立不成立呢？在老查的拆解里台湾岛从来就不曾是一个被分裂的国家，而是一个从未完成国家化的地缘接口。什么叫地缘接口就是它的价值不在于它自己是什么，而在于谁在使用它。它不是终端，是中转站；它不是主体，是工具。它的命运从来不是由岛上的人决定的，而是由控制周边海域的人决定的。这听起来很残酷，对吗？但如果大家仔细看历史我们会发现这就是台湾的真实处境。荷兰人来了，把它当成贸易战；郑成功来了，把它当成反清基地；清朝来了，把它当成防海盗的边疆；日本来了，把它当成南进跳板；国民党来了，把它当成反攻大陆的堡垒。每一任管理者都在用这个接口，但从来没有人真正想让它成为一个独立的主体。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会从三个层次来看第一层呢是地缘结构，第二层是帝国边缘结构，第三层呢是接管殖民史。看完这期节目我们就会发现中台之间其实比独和统问题更加有研究的价值。当然这不仅仅是本期节目的效果，而是2300万人民和14亿人民应该要互相了解、互相理解的开端。来，我们呢先开始拆解第一层地缘结构，海权的诅咒。我们先看看台湾岛是什么样子台湾岛面积 3.6 万平方公里，它比海南岛的 3.4 万呢大一点点，它又比呢日本的九州岛的 3.7 万呢小一点。然后呢我们看看它的结构70%是山地，中央山脉纵贯全岛，海拔3000米以上的山峰超过200座，可耕地面积呢只有 24%。 这意味着什么第一，养不了太多人，在农业时代土地就是你人口的容量。台湾的平原主要集中在西部的沿海，东部几乎全是山。对比一下，日本虽然也多山，但平原分布更均匀，关东平原、关西平原、龙尾平原。台湾呢只有西部这一条狭长的平原带。第二是缺乏战略纵深，从台湾的西海岸到台湾的东海岸最窄的地方就只有140公里，如果有外敌从西海岸登陆，几天之内就能打穿全岛，岛上完全没有回旋的余地。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岛上的人是从哪里来的。台湾其实呢并不是一个原生文明的发源地，岛上最早的居民是南岛语系原住民，时间约距今4000至6000年。他们的特征是通过渔猎加早期的刀耕火种，并且具有小型的部落社会，但并无国家、无文字、无城市体系。所以学界共识台湾是南岛语系的重要扩散源之一，但不是文明的中心。这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史前族群，而不是一个文明国家。而台湾大规模持续性的人口聚集与社会结构化呢，确实是从17世纪在外来政权与全球贸易体系介入后
才开始形成的。尤其是明末清初，大量福建、广东的移民啊，渡海来到台湾。他们为什么来啊？第一呢，当然是躲避战乱啊，明清交替，战火连天，沿海百姓啊逃难。第二呢是谋生，福建、广东地少人多，台湾啊可是个新大陆啊，而且啊可能很多人不了解的是啊，即使是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占领时期，他们也需要大量的人力，那从哪来呢？还是福建、广东地区的劳动力。第三呢是被动迁移，我们都知道啊，郑成功、清朝都强制移民，开垦土地，这些移民绝大多数也是来自福建，也就是闽南人为主，和广东，也就是客家人为主。他们说的是闽南话、客家话，他们拜的呢是妈祖和关帝，他们的家族祖籍都在大陆，所以台湾人口的主体啊，从一开始就和福建、广东有血脉、语言、文化的直接联系。这可不是想象中的联系啊，是活生生的亲缘关系。他们的祖坟在福建，他们的宗谱还记载着他们从哪个村来的，这就是联系的第一步啊。而且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之前在中日的节目里也介绍过，这样看来啊，台湾和大陆的移民关系其实比日本和大陆的关系还要晚很多。所以呢，日本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成为一个真正的从东土移民并且独立的民主主体，而台湾岛啊，基本上就是一个相对短暂的移民殖民史。如果没有这层关系，台湾和大陆的关系那就是一个大陆政权和陌生的岛屿。但有了这个关系，台湾和大陆的关系啊，就变成了移民社会和母体的关系了。台湾不是凭空出现的岛，台湾人啊也不是凭空出现的人，他们的祖先从福建、广东渡海而来，这个渡不是征服，是迁徙，这个联系不是政治宣传，而是血缘事实。所以有些自媒体啊说什么台湾岛和大陆毫无关系，台湾其实也有原住民，造成一种好像台湾主要靠原住民的感觉，这其实只是为了弱化台湾和大陆联系的节目效果。我们再来看看距离啊，台湾海峡最窄的地方呢有130公里，在这个距离下，如果旁边有一个成型的大陆陆权国家，它会不会对这个岛无动于衷，让它独立呢？我们先看几个对比案例啊。英吉利海峡只有34公里，那为什么英国可以独立建国呢？原因呢，一是欧洲大陆长期分裂，法国、德国、西班牙从来没有哪个国家能长期统一欧洲大陆，所以英国面对的不是一个统一的陆权帝国，而是多个互相竞争的王国。原因二呢，是因为英国可以选择背对欧陆，面向大西洋。英国的战略纵深啊在海洋，它可以完全不依赖欧洲大陆，靠海权建立全球帝国。而台湾呢，台湾对面是一个统一的陆权帝国，无论是明朝、清朝还是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大陆国家。台湾的对岸可不是多个竞争的小国，而是一个统一的庞然大物。第二呢，是台湾无法背对大陆，因为台湾西边是大陆，东边是太平洋，而且台湾的东部呢基本上全是山地，它没有第三个方向可以发展，它的战略空间呢被大陆和海洋给夹死了。这时候有人会说啊，你老查来自新加坡，你们新加坡离马来西亚更近，只有1公里，那为什么能独立呢？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啊。那新加坡的独立恰恰佐证了台湾的不可分离性。新加坡的独立是政治问题，不是法统问题。1965年的新加坡是被马来西亚踢出去的，不是新加坡想要独立，是马来西亚不要它了。为什么呢？我们后面会说。而台湾呢，台湾的人口主体它就是福建、广东的移民，但台湾和大陆没有种族冲突，而是同文同种。台湾没有被踢出去过，而是在历史上呢多次被接管。所以新加坡的例子啊不是反例，而是反向证明，如果台湾和大陆真的无法共存，那大陆啊早就主动踢走台湾了。但事实呢，大陆方面从来没有放弃过台湾，因为在大陆的眼里，台湾不是外国，而是移民出去的亲戚。听到这里啊，大家可能一直疑惑，这里的大陆是什么意思啊？老查这里的大陆可不是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啊，也不是中华民国。老查这里的大陆是说，只要是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政权，他都不会放着台湾不管。这130公里的海峡不够远以完全独立，也不够近可以轻易融合，更何况关键还不在距离，在于海的对面是谁。如果对面是个分裂的大陆，台湾很有机会，但对面是一个统一的帝国，台湾的命运啊就很难由他自己决定了。最后这一层啊，我们来看看台湾的航道价值啊。很多人说我台湾位于东亚航道要冲，战略位置重要，可事实上呢，台湾的位置确实是在航道上，但它的价值呢是附庸性的。残酷的一点说，如果中国啊是一个西方友好的国家，台湾海峡会变得毫无用处。为什么这么说啊？
因为到达了海南岛之后，船只就可以顺着广州一路北上，根本不需要经过台湾海峡。老查呢贴了一张地图在屏幕上，我们可以看到，从东南亚北上到东亚有2条航线。第一条呢是经过台湾海峡，从菲律宾到台湾海峡，再到福建，再到上海，再到日本。第二条呢是越过台湾海峡，从菲律宾到海南岛，那就今天呢，现在老公也开始建港了，再到广州，再到上海去日本。第二条航线绕远了吗？其实根本没有远多少，而且第二条航线还更安全，因为靠近大陆沿海嘛，有港口可以补给，所以台湾海峡根本就不是必经之路。台湾航道的价值完全取决于谁控制了周边海域。如果大陆控制了海域，台湾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中转站；如果是外国势力控制了海域，台湾呢就是对抗大陆的跳板。我们来看看历史验证荷兰人占领台湾，他们要的是什么？那可不是台湾海峡而是连接日本和东南亚的贸易中转站。台湾只是一个仓库加补给站。1895年至1945年，日本占领台湾，他们要的是什么？一个南进的跳板，从台湾出发可以轻松打中国的南部，菲律宾，打东南亚。但如果没有南进的战略，台湾对日本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而1950年至今天，美国支持台湾，他们要的什么？第一岛链的锚点嘛，日本到冲绳，到台湾，到菲律宾，形成了对中国的封锁线。但如果有一天美国放弃了遏制中国的战略，台湾的价值也会下降。所以台湾的价值从来不在乎它自己是什么，而在于谁需要它用来干什么。它的命运永远是被决定，而不是自己决定。好，我们总结一下这一层地缘结构决定了什么？第一，人的联系。台湾的祖先来自于福建、广东，这个血缘联系呢是真实存在的。第二呢，距离的约束。130公里的海峡，在面对一个统一的大陆帝国时不足以形成完全的独立。第三呢，就是价值的附庸性了。台湾航道价值取决于谁控制了海权，而不是台湾它自己。这3点加在一起呢，决定了台湾的地缘宿命。它不是一个被分裂的国家，而是一个永远需要被某个强大力量使用的接口。因为刚才我们说到台湾的人呢是从福建、广东来的，海峡间呢130公里，不近不远，航道价值其实小于据点价值。这时候可能有朋友会问老查，你吹的好像很厉害既然台湾这么重要，为什么中国历代王朝对他这么不上心呢？你看明朝就直接放弃过台湾，清朝也3次讨论弃台论，直到1874年清朝才真正重视台湾。这你怎么说呢？没错因为在帝国的逻辑里，台湾呢确实是一笔亏本生意。我们先算一笔账治理成本。台湾是个岛，要治理台湾首先要跨海。跨海意味着什么？第一渡海作战的成本极高。明代郑成功攻台25000人，战船数百艘，这是什么概念明末的国库已经空虚了，郑成功为了这次作战几乎动员了整个东南沿海的所有资源。清代的施琅攻台2万人，战舰600艘，康熙为了这次作战专门组建了水师，训练了数年。每一次对台作战都是举国之力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这在内陆是不可想象的。对比一下，平定一个内陆叛乱几千人就够了，攻打一座内陆城池1个月粮草也许就能解决。但台湾呢，光是把军队运过海峡就得准备半年以上。第二呢，是长期驻防成本高昂。台湾是个岛，驻军必须依赖跨海补给，粮食、武器、盐巴全都得从大陆运过去。而且台湾还多山，内陆交通还不方便，驻军分散在各地，互相支援还困难。清朝在台湾有多少驻兵高峰时期有1万至2万人，这个数字看起来不多，但维持的成本可是内陆同等规模的驻军的3到5倍因为跨海补给线太长，损耗太大。对比一下，在内陆1万驻军，朝廷一年花费大约10万两白银，在台湾1万驻军一年花费可能要达30万至50万两，而且这还没算时间成本从福建到台湾，顺风3到5天，逆风10天以上起步。一旦台湾出事，大陆增援至少要半个月，这在帝国的防御体系里是个巨大的延迟。那这样投资下，台湾能给帝国带来什么价值呢？我们先来看看税收价值很低。明清时期的台湾人口稀少，明末台湾汉人人口可能只有几万，清初来到了10几万。对比一下，江南的一个府人口上百万，四川的一个府也有几十万。台湾的税收连内陆的一个普通省都比不上，而且台湾的山还多，可耕地还少，农业产出非常有限，完全无法与内陆的富饶地区相比。而且我们也说台湾的战略价值呢，取决于海上的威胁程度。
什么时候台湾最重要？当海盗活跃的时候，当倭寇侵扰的时候，当西方势力出现的时候。但如果没有这些威胁呢，台湾的战略价值就会大幅降低。而且帝国的核心威胁永远在北方，游牧民族才是帝国的心腹大患。什么匈奴、突厥、蒙古、后金这些地方势力威胁的是帝国的心脏地带。相比之下呢，台湾只是海上的一个小麻烦。我们来看一些历史事实1621年荷兰占领前，明朝直接放弃过台湾。因为当时明朝面临的威胁是北方的后金刚刚崛起，因为努尔哈赤刚刚建立了后金，内部呢又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海上虽然有倭寇，但主要是沿海，不在台湾。在这种情况下，台湾是一个完全可以放弃的边缘地带。而清朝的3次弃台论可不像电影里面演的那么戏剧。第一次1683年施琅攻下台湾后，康熙内阁就有大臣建议，台湾孤悬海外，得之无益，不如弃之。理由呢还是治理成本太高，收益太低。康熙最后决定保留台湾。有人就说我康熙大帝英明，但他的理由呢不是为了经济，而是防止他再次成为反清势力的据点。第二次1721年朱一贵起义后，清廷内部又有人提出台湾叛乱频繁，不如弃之。最后还是决定保留，理由同样是防止他被反清势力利用。第三次1874年牡丹社事件之前，直到日本出兵台湾，清朝才意识到如果我们不要台湾，别人会要。这时候台湾的战略价值才突然提高。所以大家发现了吗？清朝保留台湾不是因为它有多重要，而是因为丢了它会给敌人可乘之机。这是一种消极的战略价值，不是我需要它，而是呢我不能让别人拿走它。对中原帝国来说，台湾就是一笔亏本生意，守着它得浪费钱，丢了它又丢面子，这就是台湾在帝国系统里的尴尬位置。而且台湾呢在帝国系统里的边缘地位可不是一句空话，它还体现在具体的制度安排上。譬如从不建立完整的行政体系，清朝从1683年至1895年散养台湾了200多年，但直到1885年才把台湾设为省。在此之前台湾只是福建省的一个府。什么概念？福建省下面有很多府，什么福州府、泉州府、漳州府、台湾府，其实呢就是一个市。台湾府和这些内陆府平级，行政级别远低于一个省。而且清朝对台湾的管理一直是简化版，官员配置少，衙门规模也小，很多制度也不健全。对比一下，一个内陆富饶的府可能有10几个州县，台湾府呢只有几个县。而且台湾的官员呢多为临时派驻，他们在台湾任职通常只有3-5年，任期结束后呢就回到大陆了。他们对台湾没有长期的经营动机，只求不出大事，平安任满，拜拜。而且移民去台湾可不是去建立国家我们刚才也说了，台湾的汉人绝大多数都是移民，他们来台湾是为了谋生，而不是为了建国。他们的认同指向原乡，而非台湾本身。那啥叫原乡？原乡呢就是他们祖籍的地方，福建的某个村，广东的某个镇，他们的宗族祖坟都在大陆，他们赚了钱想的是衣锦还乡，而不是在台湾扎根建国。这种心态决定了台湾社会的流动性和非主体性。更何况本地呢也无法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台湾缺乏科举进士，可能有人会说这有啥关系可是科举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上升通道。一个地方如果出了很多进士，就意味着它有文化精英阶层。这些精英呢可以在朝廷做官，可以在地方上当士绅，他们可以说是地方的政治代言人。而台湾呢，清朝200年，台湾府一共出了不到30个进士。对比一下福建的一个府200年可能出了几百个进士，江南呢就更夸张了，一个县可能能出几十个。台湾的进士这么少，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台湾缺乏文化精英，缺乏文化精英就缺乏本地政治力量，这也更加确定了台湾缺乏地方豪族。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地方豪族是重要的权力中介他们既不是官也不是民，他们有土地有财富有宗族网络，他们可以和官府博弈，可以保护本地的利益。那台湾有没有豪族呢？有，但非常分散，而且非常弱小。因为台湾的土地是碎片化的，移民来台湾各自开垦各自为政，没有形成像内陆那样的大地主阶层。而且移民之间经常因为祖籍语言利益还会发生冲突，闽南人和客家人经常械斗，漳州人和泉州人也经常械斗。这种分裂让台湾无法形成统一的本地政治力量。有人统计过清朝统治台湾200年发生了多少次叛乱，大大小小超过100次平均不到2年有一次。有一句俗语说3年一小反，5年一大乱。那这么多平乱，有没有哪一次成功建国的？
没有。为什么？因为这些叛乱基本上都是地方性的、分散的、缺乏组织的，他们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没有长期的战略规划，他们只是对清朝的统治不满，但不知道要建立什么。所以即使到今天也有一个大大的问号，如果推翻了两个中国，建立台湾，那到底建立的是个什么呢？所以每次叛乱最后都被清军给镇压。内陆的大规模叛乱往往能占据数省，建立政权。太平天国建立了天津，控制了大半个南方。念军也是清朝后期的农民起义军他们活跃于河南、安徽、山东。为什么内陆叛乱能做到这一点呢？因为内陆有完整的社会结构嘛，有士绅阶层可以提供组织，有豪族网络可以提供资源，有文化精英可以提供意识形态。台湾呢，什么都没有，所以台湾的暴乱永远只是散乱的暴动，而非有组织的建国运动。所以台湾在帝国系统里永远是备胎，需要的时候呢拿出来用一用，不需要的时候呢就扔在储物柜里。好，我们也总结一下这一层处在帝国边缘结构决定什么？第一，治理成本远大于战略价值，台湾对帝国来说是一笔亏本生意。第二，行政体系始终不得完整，台湾在清朝治下200年才升格为省。第三呢，本地无法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缺进士，缺豪族，缺组织，叛乱频繁，但无力建国。这3点加在一起意味着台湾在帝国眼里永远是边缘地带，帝国呢也不会真正的投资它，也根本不指望它能自己长大。前面我们讲了台湾的地缘结构和帝国的边缘地位，现在我们就要来看看台湾的历史面貌了。很多人说台湾有过殖民历史，荷兰人来过，西班牙人来过，日本人来过，但老查需要大家了解的是荷兰和西班牙不算是殖民者，而大陆主要呢是郑成功、清朝和中华民国，还有日本是真的玩真的殖民。不过呢，我们会在之后的节目里才会说到。至少荷兰和西班牙他们和英国殖民印度、法国殖民越南那种殖民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们先撸一撸概念什么叫殖民殖民有几个关键特征第一，建立完整的殖民政府，有总督、有法院、有军队、有税收系统。第二，改造本地行政体系，把原有的社会结构呢纳入殖民体系。第三呢，就是推行同化政策，传播语言、宗教、文化，试图呢改造本地人。那荷兰人在台湾干了什么呢？162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占领了台湾的南部，他们建了2座堡垒，第一个是热兰遮城，今天的安平古堡，还有呢普罗明遮城，今天的呢赤坎楼。他们要的什么？荷兰人当时控制东南亚的香料贸易，他们需要一个中转站，用来连接日本和东南亚。台湾的位置刚好合适，所以荷兰人在台湾干了什么呢？建仓库，存放货物，建码头，方便装卸，招募劳工，管理物流。他们有没有建立一个什么荷属台湾殖民政府完全没有，他们只是在台湾设了一个商站，管理台湾呢不是荷兰政府，而是荷兰东印度公司，这是一家商业公司，不是国家机构。他们对台湾的治理呢是商业管理，而非殖民统治。而荷兰在印尼干了什么呢？建立了完整的殖民政府，荷属东印度总督府，设立了法院、军队、税收系统，推行荷兰语教育，传播基督教。荷兰统治印尼长达300多年，而荷兰在台湾只有38年，他们从未试图建立荷属台湾，他们只是把台湾当做一个大型的便利店。而1626至1642年，西班牙人占领了台湾北部，也就是如今的基隆、淡水一带。他们要的是什么？第一，牵制荷兰，荷兰你不是在南部吗？那我西班牙在你北部，互相对峙。第二呢是传教，西班牙是天主教国家，他们想在东亚传播天主教，所以西班牙人建了圣萨尔瓦多城，就在当今的基隆和平岛。而他们在台湾待了多久呢？只有16年。1642年，荷兰人打败了西班牙人，把他们赶走了。西班牙人走后，在台湾留下了什么？几乎什么都没留下，没有行政体系，没有教会网络，甚至连语言影响都没有。那我们再来看看菲律宾在菲律宾干了什么？他建立了完整的殖民政府，传播天主教。菲律宾至今都是亚洲最大的天主教国家，推行西班牙语。菲律宾的很多地名姓氏都是西班牙语的。西班牙统治菲律宾长达333年，台湾呢，西班牙人在台湾只有16年，走后毫无遗产。所以荷兰人和西班牙人都不是来建国的，他们是来开商店的。台湾对他们来说就是个大型便利店，进货、存货、出货，赚完钱走人。这个部分呢，如果不进一步解释清楚，可能各位朋友还无法深度了解他们的差异。我们来详细看这个例子17世纪时，为何台湾对欧洲列强来说是贸易工具而不是殖民对象呢？而菲律宾则是个完整的可殖民社会呢？
理由很直接啊，一是资源结构不同，台湾当时没有香料，没有贵金属，也没有一个稳定可征税的农业体系。菲律宾有人口，有农业，有白银贸易链条，能长期供养殖民者。第二呢，是人口与治理的成本不同，台湾人口稀疏，部落分散，山地阻隔，治理成本高于收益，而菲律宾已经有了酋邦结构，可被直接接管，统治成本呢投入很低，所以他们俩战略地位大大的不同。台湾只是中转点，而菲律宾则是西班牙在东亚的首府级据点，它连接着美洲的白银与亚洲的市场。荷兰和西班牙可不是看不起台湾，而是当时台湾呢尚不具备被当作殖民社会来长期经营的条件。那现在我们就要回到这个问题，台湾的历史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历史呢？从荷兰到郑氏，从郑氏到清朝，从清朝到日本，再从日本到国民党，每一次政权的更替都是外来政权打败上一个外来政权，然后占据台湾。有人可能会说，那你这不就是殖民史吗？对，但准确的来说台湾的历史呢是一部接管殖民史。啥意思啊？殖民的意思是原属地有完整的自我运行的政治结构，而接管殖民史非常特殊，甚至说是具有台湾特色的。因为这里清晰地浮现出了有一个很多人忽视的问题，台湾从来没有拥有过自己的政权。这不是一句空话，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历史里台湾在结构上从来没有真正的独立过。我们一个个来看刚才说了1624至1662年荷兰西班牙人的临时使用，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占领了台湾南部38年，西班牙占领了台湾北部16年，他们算不算殖民如果用严格定义，他们只能算一种初级的殖民控制，他们不打算长期占有。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是商业公司，不是国家，他们在台湾的目的就是维持贸易线路，一旦贸易价值下降或者维持成本太高，他们可以随时撤。事实上呢，郑成功一打过来，荷兰人呢就立马走了。第二呢，他们也没有深度的改造台湾社会，荷兰人根本就没有推行大规模的移民，荷兰人呢也没有建立完整的教育体系，荷兰人走后只留下2座城堡，连语言影响都没有。所以荷兰和西班牙在台湾更像是临时租用，而非深度殖民。所以第一个关键问题就比较容易解释了，为什么荷兰人走后台湾没有出现本地政权？因为台湾当时根本就没有足够建立政权的本地力量，原住民部落他们太分散了，无法整合，汉人移民呢又刚来不久，各自为政，所以荷兰人一走必然就会有下一个外来政权来填补真空，这个外来政权就是郑成功。1662年至1683年，郑氏才是真正的殖民开始。郑成功来了，情况变了，郑氏政权对台湾的控制才是真正的第一次接管式殖民。第一，郑成功带来了数万居民，郑经时期持续从福建、广东招募移民，这些移民开垦土地，建立村落，这是对台湾社会结构的深度改造。第二呢，是建立完整的行政体系，郑氏设置州县，征收赋税，建立军队，这就不是临时的管理了，而是长期统治。第三呢，是改造原住民社会，郑氏政权对原住民进行军事征服和行政管理，强制他们纳入汉人社会体系。所以在别的分析里都说郑氏对台湾的统治是标准的殖民统治，郑氏政权是台湾的第一个政权。但关键问题是，郑氏政权是台湾的本地政权吗？当然不是郑成功来自福建，郑氏政权的核心认同是反清复明，台湾对他们来说是反清基地，不是独立的国家。郑成功甚至说，台湾者东都也，啥意思台湾是东边的都城，是明朝的延续。所以郑氏虽然是殖民者，但不是台湾建国者。所以很快这个问题就再次暴露出来了，郑氏政权灭亡后，台湾有没有出现本地继承政权呢？也没有。清朝打败了郑氏，台湾又一次被外来政权接管。那为什么台湾本地没有政权起来继承，或者说反抗或者独立呢？因为郑氏统治的21年里，从来没有培养过台湾本地的政治力量，郑氏的官员都来自于福建，郑氏的军队都效忠于郑氏家族，而台湾本地的汉人移民还在为生存而开垦土地，他们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建立自己的政权。所以郑氏一倒台湾必然又要被下一个外来政权所接管。1683年至1895年，施琅打败了郑氏，清朝接管了台湾。清朝对台湾的统治延续了郑氏的殖民模式。第一，继续鼓励移民，大量的福建、广东移民来台开垦。第二呢，延续行政体系，郑氏设的一些县，清朝继续使用。第三呢，是继续征服原住民，清朝设藩界，限制汉人和原住民的接触。但清朝的目标是什么？不是建设台湾
而是防止它再次成为反清基地。因为清朝对台湾的治理始终是防御性的、消极的。在1683年至1895年间，清朝统治台湾212年，这么长时间里，台湾有没有孕育出本地政权啊？还是没有。因为清朝也从来没有给台湾建国的空间。台湾的科举进士，我们刚才说了，不到30个。台湾的地方豪族分散弱小，台湾的叛乱呢，全部都被镇压。清朝要的是一个听话的边疆，而不是一个自主的地方。时间来到1895至1945年，日本对台湾的殖民是最深度、最有系统的。日本把台湾当作日本的一部分来经营，它建立了现代化行政体系，建立了现代化教育系统，建立了基础设施、电路、铁路、港口和电力，推行日语教育，试图呢皇民化，就是天皇的皇。日本对台湾的改造是全方位的，但日本有没有培养台湾本地政权？没有。日本要的是日本的台湾，而不是独立的台湾。台湾的精英啊被纳入日本体系，台湾的年轻人呢被送到日本留学，他们的认同啊是日本的国民，而不是台湾国民。不过呢，日本统治的50年间啊，虽然没有培养台湾的建国能力，但意外的催生了一个副产品。台湾人，请注意啊，这里的台湾人已经是本系列主角里的台湾人了。他们开始意识到我们和大陆不一样，这个意识在后来的历史里会越来越重要。但随着国民党1946年登陆，最后一个外来政权接管了台湾。国民党来台湾是因为在大陆失败，台湾对国民党来说是反攻大陆的基地，和郑氏啊其实是异曲同工。国民党是台湾本地政权吗？那当然不是。国民党的核心认同是中华民国，而不是台湾共和国。国民党的官员绝大多数来自于大陆，国民党的军队效忠的是中华民国，而不是台湾。所以即使到今天啊，台湾依然没有完成本地建国。好，我们把这个模式也总结一下。台湾岛上的每一次政权更替，都是外来政权打败了上一个外来政权，然后呢接管或建立行政体系，但主要呢是为自己的目标服务。他们呢也从不培养台湾本地的建国能力。每一次旧政权倒台，都不会出现台湾本地政权，而是必然被下一个外来政权给接管。这就是台湾的结构性宿命。这时候啊，我们再回到新加坡的例子上，新加坡也是被殖民的，为什么它能独立呢？因为新加坡有个台湾没有的条件，新加坡啊是被抛弃出去的。1965年，新加坡被马来西亚踢出去，是因为种族问题。新加坡的华人太多，当时呢是 75%。马来西亚政府担心华人威胁到马来人的政治主导，而且呢，新加坡周围啊全是穆斯林国家，有天然的被排斥因素。所以新加坡的独立是被动独立。台湾呢，台湾永远不会被抛弃，因为台湾对周边政权来说啊永远有价值。对大陆政权来说，你台湾是福建、广东移民的延伸，而且别忘了，国民党还带了200万的外省人。台湾是海防的第一线，有了台湾，接下来冲绳、琉球就是下一个叙事节点啊！老查都能想到，这是多大的诱惑！台湾是一个不能让外国控制的战略要地，所以大陆政权永远不会放弃台湾。对海权政权来说，台湾呢又是遏制大陆的跳板，台湾是第一岛链的锚点，台湾是东亚地缘博弈的棋子，所以海外势力政权永远想使用台湾。新加坡能独立，因为马来西亚不要它；台湾无法独立，是因为所有人都想要它。好了，那现在我们看清楚了，台湾从来没有拥有过自己的政权。台湾的历史是一部接管殖民史，而这部历史呢，造就了今天的局面。台湾自己真正的独立可能会非常困难。第一，台湾从未培养出本地建国的能力，它没有本地政权的演化传统，也没有本地精英的政治经验。现在呢，还是在中华民国的殖民框架下，所以啊，它更没有本地的建国叙事。第二呢，在外部，台湾啊，永远有人想使用它。大陆的政权不会放弃，海外的政权想要控制。第三呢，就是台湾的地缘位置决定了它永远是个接口，它的价值不在于它自己是什么，而在于谁在使用它。所以台湾的独立啊，不是想不想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的问题。在结构上，它的独立确实是很困难的。所以台湾的历史可以叫殖民史，也可以叫接管史。老查呢更倾向于把它们合并为接管殖民史。它不管怎么叫，它都不是建国史，因为每一任统治者都来自于外部，而台湾本身在历史上尚未孕育出自己的政权，这不是台湾人的选择，而是台湾的地缘宿命。也就是如今台湾岛的哪一个党都没有办法把中华民国的牌匾给撤下，它是枷锁也是保护伞，而恰恰是这把保护伞确定了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和终于有了独立精神的台湾岛华人和原住民的混合群体，我们啊简称为台湾。于是啊，中中台的三角关系呢
就此形成。好了，今天我们主要讲了台湾岛是否存在国家化的历史，地缘、帝国边缘、接管殖民史三层结构把它锁死了。而且呢，我们也梳理出来更深的问题，台湾从未拥有过自己的政权，所以在结构上来说，它曾经无法真正独立过。但朋友们可能会问那既然台湾无法独立，那为什么今天还有独统之争？这没错因为我们这个系列的3位主角的三角恋这才刚刚开始。答案呢会陆续展开在本系列的每一章节里，而下一章我们呢会深度看一段历史。郑经曾经向清朝提出过一个方案，如果那个方案被接受，今天的两岸关系会完全不同。那个方案是历史上第一个一国两制的雏形。为什么清朝必须拒绝？为什么拒绝那个方案本身它就是统一的一部分？下一章我们来拆解郑成功的政权第一个失败的中国双系统方案。我是查尔斯老查，这里是牧师沃河，欢迎关注中中台关系系列。我希望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讨论，请转发、订阅、打开小铃铛，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